哎，现在的问题，如果这个输入了佳宁直接淘汰，如果佳宁不淘汰，子泰和王玉就必有一个会淘汰。还有那个林蔚也是，林蔚跟谁在一起啊？林蔚和庞征、陈朗他们3个在下一站。啊，我们可以稍微把他们重新摆一摆啊，这样便于我们去记住他们刚才各自选择的内容。诗文和韵灵是新闻。第2组是佳宁和雨佳，这俩是一波的。下一站3个人也是只有第1名得分。对，是的，有2个会不得分。哇，捉对厮杀了。现在其实最难的是林蔚、王玉和子泰。其实最难的是这就他们俩了。佳宁是最难的嘛。首先这一组因为刚刚已经败过一次了，在心态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雨佳是带着这种重整旗鼓的锋芒，所以你看啊，现在的情况是这一组是不会有人被淘汰的。诗文和韵灵，他有10分嘛，他有25分嘛，没错，所以他们俩已经不会被淘汰了。对，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0分，在一个组里，所以必然会出现一个0。你们觉得谁比较危险？这不知道。玉哥，其实他们俩的命运掌握在雨佳姐的手中。Yeah。雨佳赢了，他就淘汰；如果雨佳输了，就是他们3。林蔚其实也很危险，因为林蔚他们是3个人竞争。对呀。他们的不得分的概率是66%，他们还是50%，而且他们组里还有个庞征。对啊。但是下一站，因为他要每一个人去探访一个嘉宾嘛，其实就看这个现场和嘉宾的配合度了。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他们仨其实都有各自有在现场去跟嘉宾探访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组其实你还很难说庞征有断层领先的机会。对，而且在直播中他跟人沟通的这种高情商、春风化雨和丰富经验，所以反正第1组现在是不会有人淘汰的，按照目前的赛制。是第2组真的握在雨佳手中，雨佳全力一击，捍卫自己的小伙伴们。佳宁就住了2晚上回去了。不能吧？不能吧？哦，有学长在这里啊！不能吧？你聊聊你的看法，子琪。不能吧？你对你的这位学妹感觉如何？佳宁整体感觉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在这一次的众多选手中。是的，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比了2轮就打道回府了，会有些可惜。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佳宁各方面也感觉非常全面，但我也不理解他声音这么适合新闻，为什么选了一个娱乐播报？他可能更多的是晚会主持吧，他好像他的这个简历上很全面，他有大型晚会主持的经验，也有这种新闻，也有外景，所以其实下一站这一类型其实他也很适合。而且有没有可能他想要展示一下这方面的能力？因为播报他刚才已经参加过了。对。就是你选择太多了，但你又不知道你和谁去搭档或者竞争。反正我就觉得这种时候第1个选就压力也很大，比较吃亏。是他没法选对手。其实你看，像新闻叶线、诗文和韵灵，诗文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第1轮咱们看到过了。其实是替韵灵捏把汗的。但是韵灵不面临淘汰的危险，对他不面临淘汰，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非常大嘛。我最操心的事情是，我觉得遇见他们现在2位男主持人同时同台去做采访的时候，其实比单人采访更难，因为有合作。对对对，我还以为您说因为有王玉，所以就因为有王玉，所以合作就更难。是这意思是吗？我们可以看看，王玉跟谁能融在一起？哦，王玉已经经受过好几轮测试了，是吧？对，淘汰了好几位，就是。王玉的思维会在自己的框架里有一条完整的线，不太容易受别人的激发和影响。但双人采访其实是个互相托底、互相激发的过程。然后呢，我就担心，就比如说访谈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刚
激发到你内心的一个柔软的地方，正打算往下挖呢，然后他就把这个气场给破掉了。所以双人主持是互相托底，绝不能破对方气场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现在觉得那一组其实真的有非常大的难度。然后2个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因为这2个人知道说，只要我输，我就有极大的可能性淘汰。哎呀妈呀！因为这2人是0分嘛。但我觉得下一站程朗非常适合。这倒是。对，因为那种生活化的那种感觉，然后那种。但生活化的去采访一个嘉宾的时候，其实人生经验还挺重要的，因为你得快速的同理心嘛。他要去采访一个嘉宾的，他不是一个吃吃逛逛的节目。如果他吃吃逛逛，我投程朗1票哎。很有道理。我们刚才做了一些我们这个视角的推断，但不一定准确，因为我们之前对他们所有人选这栏目组几乎没有中一个，真挺不容易的。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一个环节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我们第一个走进的会是哪档节目呢？是新闻夜线组的备战，一起来看一看备战情况怎么样。那大家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呢，各位带教老师就带着选择自己的实习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接下来的考核安排跟大家做一下介绍。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你们俩跟我走吧。好。走了。来，下一站的3位，请到我的办公室。咱俩也是很凑巧。你俩刚来就开始，就是强行捆绑在一起了。只是因为觉得这个方向很想选。是吗？雨佳，棒。我跟你说，咱们俩其实就一个任务，稳住把这活干完。我们是一起还是分开？一起。哦，一起就是一起稳住把这活干完。但是我在想，我的风格跟你的风格实在是差异太大了。你是什么风格？我是轻松愉快的风格。可以啊。然后我不是那么新闻，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太正的去。我也可以很轻松，我那个直播也走。那我们就轻松一点，好不好？好。我们俩稳住，把活干完。已经想好什么节目形态了？没有，我们俩在对我们俩的风格。你们看过新闻夜线吗？没看过。看过呀。那天只一个片段啊，所以它整档是1个小时的新闻资讯类的节目。哦，他们是同场直播，2个人在一起搭档。这种新闻确定风格，是不是应该看新闻当天播出的新闻稿件呀？跟稿件有关系，也跟个人的播出风格有关系啊。那我们的考核呢是放在明天晚上新闻夜线结束之后，2位同学进到演播室当中，我会给大家准备一张串联单，大概总体节目时长1个小时，你们2个来进行播报，包括访谈内容，我们会把选题和嘉宾在明天7点钟的时候给到你们，你们2个要合作完成这个提纲的撰写。时间很紧。这个节目呢是东方卫视下一站，它是一个城市探访类的节目。这次的选题是街头摄影师，你们3个人会分别去探访1位摄影师，3个人需要共同出镜来完成这档节目的开头和结尾。需要你们3个来想好，结束自己这部分之后，想一想如何用语言来引出下一位主人公。然后呢，我就给你们看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3位，街头摄影师。分别是 Alice， 一位外国小姐姐，她是一个白俄罗斯人。然后另外2位，其中呢1位是以前在汽车行业工作的，结果呢因为企业倒闭了，他就只好转行。另外1位是他在有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有几位老年人，他们穿着的非常时尚，给予了这位摄影师启发和灵感，所以他以后就拍摄了大量的老年人的街拍。街头摄影师是个好话题，可潮了，而他们特别爱在街边喝咖啡。上海有一波老年朋友，太酷了。所以你看，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看见街头摄影师，还要看见他的看见。对，还要理解，要共情他的看见。需要呢，你们想一想如何分配，谁去采访哪1位摄影师。没有想选的嘉宾，这个是第1个嘉宾。这英语这个感觉是为你量身的。那我就选这位外国朋友了。哦，程朗、双语。可以呀，可以呀，因为你跟他聊天，你肯定语言优势会更那个。那你俩呢？你有偏向的人吗？这2个？
旁征很好，他让林蔚先选。对，我还在看，要不再看一下下。林蔚就是纠结。你选定了？我想选陈战一。哎呀，我看他拍了很多我的工友，就是他拍过的一些人有我认识的。哦，是吗？哦，我觉得很巧合。林蔚，哎呀，主动性啊，不果断，有时候。我是觉得每个人都还是有各自的点。可以啊，没问题。那我就罗夜华吧，可以的。好，没问题，你就各自去准备。好的，谢谢老师。你记得他上一次哭的时候说：“我不是那么喜欢竞争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很被动，就是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主动去。那个开头啊，你准备说些什么？我觉得我们那个可以先各自整合一下，然后再一起讨论。哎，天天看白老师用这个电脑，我们也用一下。哎，这个是华为鸿蒙折叠电脑，哦，它超酷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好呀。哇，它这个屏幕好大呀！它的手势操控功能很好用，3指轻松拖动文件。哦，它可以上下屏切换。 5指迅速放大文件，这样就是全屏开始办公了。对啊，它有个8指操控功能呢，你来试试。哦，就8根手指头。哦，就自动召唤出键盘了。对啊。哦，然后你就可以上面办公，然后下面去操作，这个功能好方便啊。那当然。老师，我知道你肯定从内心是不想选这档节目的，因为你抽签的顺序没有办法了。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那个新闻播的不好？没问题，陕西播音很好的。学过播音主持的，我们先说一点这个基本功的事儿。调门不觉得有点高吗？就是声音应该再低一点，就是你没有气息的支撑，会显得声音单薄。那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气息支撑？你们上课也不讲是吗？你们学校的授课风格不讲这方面的，我知道。就是可能就是不太多，新闻不太多。对，所以就是从单纯播的角度来讲，你不占优势。对，气息的支撑。这确实是中传的传统优势。不是说新闻播的不好，因为你可能更适合哪一个。没关系，我可以把它尽力做好。对啊，就好了呀。而且直播挺刺激的，喜欢直播。我想弥补一下遗憾。什么遗憾？我2次直播都挺遗憾的。凡尔赛，你都拿第1了。但是确实我自己体感都不太好。我想哭是吗？我真的好想哭啊！我真的想哭。你不用想哭，这是你非常擅长的一个领域。所以下一轮考核是一定会淘汰掉的。一定会淘汰掉。如果前提佳宁是第1，那么从原来的8个里走一个；如果佳宁不是第1，佳宁直接走。对佳宁的考验太大了，确实。而且他俩选一个组里，我跟凯旋一对是吗？俩人冤家路窄又撞一起去了。这明显是雨佳要去选的，雨佳是后选的吧？佳宁是第1个上的。战斗力上来了，雨佳被激发了。又一次。我觉得雨佳是觉得，既然这一轮我能卡过你，我下一轮也能够卡过你，那很明显我就把你彻底赶出去。对呀，这个出去就彻底出去了。所以这个选实际是一种运筹帷幄。雨佳可能从心里甚至觉得，我替你们所有人把他。这不是俊林说的吗？镜头里镜头外说的都一样。要不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压下去。如果雨佳守擂成功，彻底成功的话，在这个团里面，他就太有向心力了。对。一场世纪大战已在西哥的脑海里。哎，我这种人太八卦了，就脑子里想别人怎么互相打，就开心，太过分了，太过分！我这不像老师该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大家相处那么久，一个陌生人进来，我肯定是会想要跟这个人去竞争的。对，而且他有一种我要保护我的团，对，我们8个人，我要捍卫。这种假设，佳宁赢了，淘汰的话那不就是对准了这3个0分吗？那也没说过一定就淘汰3个0分，当然肯定会基本从这里边淘汰了。子泰的选择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因为王玉是这样，子泰也是0分。那个时候，新娱乐在线已经选掉了。如果他去选和诗文在一组，
虽然他第一天就跟石文在一组，但必输无疑。然后到了那个下一站那组，3个人想拿第一也没那么容易。彭真还在下一站呢。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子泰只能。那么到了遇见他们是2个人，另外一个目前也是0分，那这个是唯一可能搏出来的机会最大的一组。赢一个活一个。对。